怎样让婚姻保持活力呢？40岁的阿纯和他比小5岁的夫君一男，结婚已满15年。两人初相识是因为常去动物园看一只叫花子的大象，他们都喜欢艺术电影和小众漫画，这些兴趣也让他们走到了一起。结婚后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住，但租不起房子，幸好有亲戚要移民外国，就把老房子以很低的价格借给他们住，条件是随时准备迁走。机缘巧合下，他们就搬到东京郊区住下了。阿纯对这里特别有感情，远处的火车站，广阔的田野，到处都是卖菜的直营店，对城里人来说这算是小确幸了。阿纯觉得自己以前的选择都没错，但是最近他开始犹豫了，如果当时选择不同，现在的生活会改变吗？或者说人生的剧情其实早就定了，我们只是在照本宣科而已。就好比家里那台老旧的煤气灶，现在只有他能点得着，要不要买新的？阿纯犹豫了，这么点事儿难道命中注定？如果发现人生都被安排好了，感觉就没那么有意思了。她丈夫在腌菜厂上班，身为管理人员，她经常能在家工作，但坏处就是得参加那些长而烦人的电话会。相比之下，阿纯在大学的行政工作就安静多了。不知何时起，她丈夫爱上了做饭。对中年人来说，烹饪是种乐趣，但买的调味料却越来越多了，厨房装饰品竟成摆设，阿纯因此头疼。幸好她最近找到了解决办法，她从学校的西洋史老师那儿搞到了一本古食谱，跟着史上名人做饭，老公真的挺感兴趣。第一天的菜单来自法国波旁王朝的玛丽女王，据说她奢侈面对穷人，竟说没面包吃是吧？那就吃蛋糕喽。但实际上这句话是八卦刊物编出来的，玛丽并没有传闻中那么铺张浪费。8世纪，番茄登上了凡尔赛宫的餐桌，东方香料也得到了广泛应用，皇家菜肴变得复杂且层次丰富。首道菜就来做包菜炖牛肉吧，把大蒜末、香叶、百里香粉放入橄榄油，小火慢慢炒出香味，然后加盐和胡椒腌好的牛肉，再加洋葱丝炒至软烂，倒入番茄、卷心菜、水、红酒和牛肉高汤粉一起炖，中火煮到汁浓就行。第二个菜做个白汁鱼，先弄个鱼高汤，锅里加水，扔进比目鱼残渣，还有大块洋葱跟西芹，加点香草提味，盖上锅盖，小火慢炖30分钟，再换个锅放黄油，黄油化了铺上洋葱、西芹，比目鱼片放在蔬菜上面，撒点欧芹加白酒，小火慢炖5分钟，让菜和酒味进鱼里，加鱼汤继续炖，鱼熟了装盘，切完材料做白酱，以鱼汤为底，牛奶煮沸，加黄油和面粉搅匀，煮稠调盐胡椒，白酱淋鱼上，撒点欧芹。这道18世纪法国贵族爱吃的美食很快就做好了。最后一样，腌金枪鱼，把橄榄油、鱼露、盐、糖、蒜末和柠檬汁搅拌均匀，加进切好的鱼和蔬菜，搅拌后冷藏30分钟，拿出来就能吃。一男特地挑了瓶法国红酒，轮着选酒成了夫妻的小乐趣。预算不过1500日元，生活也因此更有意思。18世纪的菜谱味道对现代人来说也没啥区别，鱼肉的味道搭上西芹的特别香味，加上浓浓的白酱，这一顿2个人吃得很开心。更棒的是桌边碰杯聊天笑，给夫妻俩带来很多幸福感觉。一旦开心，就怕好日子不常在。这时候阿纯就会惩罚式的这么想，而乐观的一男始终满面笑容，所以就算是夫妻也各有各的模样。就像阿纯会做饭，一男擅长整理，他们想事的方式常常不同，人与人之间要同步真难。那婚姻怎么维持？其实总是乐呵呵的一男心里也有很多烦恼呢。升职成管理层后，他得在东京和长野之间跑来跑去，虽然表面上是在家工作，但连周末都得接电话不停，连周末都忙个不停。一男只好适应这种节奏，试着找点乐子，开始自己做一些以前吃过的好吃的。
这成了他缓解压力的一种方法。收到家乡来的包裹，里面是腌菜，给在腌菜厂工作的人寄腌菜真有点意思。但开腌菜店的爸妈总喜欢这么做。正想着呢，阿纯给他递过来了一份新菜谱。斯巴马帝国的十全老大，一生打过无数架，最后被密友暗算，在前3巨头那会儿，管撒溜了一圈，最后只能做个高炉的小头。但这期间他没急悄悄积攒力量，正是这样才为后来的逆袭打下基础。就是先退后进嘛。俩人齐声这么说，虽然偶尔会吵吵，但在很多事上他俩又能很快意见统一。他们传承相同的老俗语，也持有一样关心他人的理念，连小时候挨的责都惊人的相似。这种婚姻自带亲切感，宛如多了一位家人。古罗马幅员辽阔，商业兴盛，诸多国家文化在此融合，但他们的餐食却简单至极。有人戏谑古罗马人只懂吃粥的粗人，连在饮食上一样简朴的凯撒被叫做味蕾挑剔者。今天的开胃菜是古风鸡肉沙拉。首先把鸡肉块用白酒和盐煮好，炒软洋葱待用，把面包烤脆后放入搅拌碗底层，接着加入熟鸡肉块，再撒上黄瓜片、洋葱丝、碎牛肉罐头、松仁和芝麻粉，然后倒入自制沙拉酱和少量鸡肉汤水，拌匀后冷藏1小时入味。上桌前撒欧芹碎即成。这道古罗马风味鸡肉沙拉搞定了。下一道是超受欢迎的大众快餐，接下来是天餐，古罗马风格烩饭。大麦米加水开大火后，转小火慢煮15分钟，然后加炸洋葱酥、剑螺跟橄榄油继续炖。等的时候可以配酱汁，拿孜然粉、香菜籽粉、蜂蜜、红酒醋、葡萄汁、胡椒粉和少量鱼露混合搅拌均匀就行。起锅瞬间滚热的蒸汽裹挟着红酒醋的酸气，还有葡萄汁的淡雅香气。这个时期东方香料已融入本地菜肴，大众餐桌因此变得更加美味。最后上桌的是一道古罗马式牛排，切肉的时候搭配调味料，主料有红酒、红酒醋和鱼露，再加点炸洋葱丁，还有葡萄干、西芹粉、孜然粉、牛至叶粉和胡椒粉。就在这时，葡萄从希腊传到罗马。起初大家只当它是酿酒的材料，但随时间发现葡萄的风味独特，不久就融入了很多食谱，形成独特的味道，一直传承到现在。牛肉切好后，小火煎到变色，加入调好的酱汁，大火烧至浓稠就可以出锅，撒上欧芹叶就大功告成。今天配的红酒，阿纯选了意大利干红，这应该会带点古罗马的韵味。烩饭的大麦米口感弹牙又滑嫩，洋葱酥的独有香味让整体更香浓。沙拉里撒上烤面包馅，吸了汤之后迅速融入了各种味道，配出了自然的主味道。加了牛至叶粉的菜轻微苦涩，用红酒做主味，搭配其他调料。吃牛排时会闻到肝脏式的独特香味，罗马人就爱这口。午饭后泡咖啡时间，但燃气灶又坏了，阿纯只得再秀一次他那绝活点火。今天没点心，只好拿腌菜凑合。但咖啡和腌菜搭吗？其实一男本以为会接手家里的店，所以才去腌菜厂打工学经验。结果结了婚的姐姐继承了家业，他就没理由继续工作了。我是不是根本就不该来这？年轻的一男这么想，虽然自己选了这条路，也还挺喜欢这工作，所以他还是硬挺着坚持下去了。很多事情总是出乎预料，世上永恒不变的就是变化这一事实。小时候的一男喜欢吃腌菜当零嘴，结果他长大后就不怎么爱吃这种伴随成长的食物了。不过不知怎的，他突然发现咖啡配腌菜意外的对味，从此他又开始爱上了。这就跟传承自古代的烹饪手法一样，每一个历史小选择都塑造了现在的我们。但阿纯更倾向于命中注定，他经常质疑，甚至觉得换个煤气灶都是预先决定的。历史、当下和将来都像是早就排好的节目，那么改变和适应又有啥用呢？
这点哲学上的不同意见可不能小看。婚姻生活或许就是这样，就算再亲密的伴侣，也难免意见不合。你爱吃咸的，他偏爱甜的；你坚信人能掌控命运，他却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那我们是不是该换个新的燃气灶呢？阿纯还在犹豫。今天住在东京上大学的侄女沙良来访，她学的是哲学，连自然科学也归哲学管。她这么一解释，听起来好像挺高深。夫妻俩不约而同触鼻喝茶。阿纯找准机会拿出了今天的菜谱，巧合的是它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。去买东西正好躲避访客，阿纯自己出门了，留下一男独自一人面对量子力学讲义的苦恼。学会巧妙避开自己不爱听的话题，是中年人的生存技能。一男在家也不例外。沙良一边画一边想解薛定谔的猫。一男借着有远程会议的借口溜了，直到阿纯回家，他才回客厅。提到苏格拉底的反问法，就是通过提问揭露对方矛盾的方法，找出对方的矛盾，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。读书时这叫做知道自己无知，但现在变成了意识到自己的知识有限。夫妻俩有点唏嘘。在雅典重新实行奴隶主民主时，苏格拉底因被指控亵渎传统、毒害青年等罪名，最后被迫喝毒酒身亡。他其实有机会逃跑，但身体的自由没灵魂来的重要，生命的精彩胜过长短。一男决定出门买瓶好酒，来庆祝这顿有深度的晚饭。家里的两人开始准备菜肴。那会儿地中海的城邦把蝶鱼视为佳肴，所以今天的头盘是道罗马传统菜。烹饪方法是：蝶鱼放锅里加香叶，小火炖5分钟，另一个锅把香菜粉和盐一起小火炒香，把煮熟的鱼肉拿出来抹干水分，撒上炒香的调料粉，铺一层芝士，烤至金黄，最后浇上白葡萄酒醋。北海道长大，没怎么碰过香菜的沙良，却被香菜粉的味道迷住了。尝试新味觉就是探索生活，某种程度上做饭也是创作。接下来是希腊式卷心菜沙拉。切好卷心菜，洗净沥水备用，将蜂蜜和红酒醋混好，小火熬5分钟，然后把凉了的调料、香菜粉和卷心菜拌一拌，桌上放点阿魏粉，边吃边加。这种印度调料又叫恶魔之尘，味道特别，但它正是复刻古希腊味道的关键。菜快好时，一男刚好回来，他带了希腊直送的干红，直接从希腊来的。三人围桌而坐，一起尝尝2500年前苏格拉底的风味。芝士粉的美拉德味道配蝶鱼的鲜真满足，让人吃得津津有味。而阿魏粉带点苦的香气，让加了糖醋汁的沙拉更爽口。吃完饭闲聊，沙问阿纯为啥嫁给一男，是不是闪电爱上的呢？是不是第一眼就觉得命中注定？少女们对爱情总是满怀幻想的，成人的恋爱常常平平无奇。喜欢谁了吗？阿纯问的似乎有所感觉。沙良没直接回答。追求爱是天性，星星不再像昨晚站中夜是为了谁，这就让他自己去体会吧。沙良离开后，一男照例泡了咖啡，今儿配的是甜美的铜锣烧。阿纯还在头疼量子力学，我只懂得自己啥都懵懂。他哀叹一声，这不就是所谓的知道自己不知道？原来苏格拉底无所不在，幸福到底是啥呀？他俩开始了反问式探讨。阿纯认为幸福就是无压力，内心宁静的生活。通常压力都是因物质不足、健康问题、运气坏。一男则不停地追问，想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。可是关于幸福的答案，多少人一辈子都在找啊，但最后结束得很匆忙。听了沙良关于相对论的讲解，阿纯的好奇心越来越强。可是到这个年龄，理解新东西已经变得吃力，还是喝杯茶再说吧。长时间不读书，现在重新开始和自己沟通了。科幻小说常提的平行宇宙，真有这回事吗？另一个世界的我会过着怎样的生活？这个问题真挺有趣的。中午出差去长野的一男提早回来了，虽然忙碌了一整天，他还是认真准备晚餐回来了。
今天的老菜单来自铁血宰相俾斯麦。说到德国啤酒和香肠挺出名，可是种类就那么回事。这回有新奇的东西吗？买菜的路上，阿纯聊到平行宇宙。阿纯想，如果有另一个我，人生会不会完全不同？可能吧。在另一个宇宙，阿纯或许嫁给了石油大亨，但现实中的她现在正笑得很开心。常去的那家菜市场，店老板那审视的眼神让阿纯挺不自在的。陌生人那没来由的打量，老让人不由自主的自我怀疑。还好做饭能让人停止胡思乱想，真是个好办法。七麦，这位传说中的严格大佬，私下其实是个吃货，胃口超级好。因为太胖，医生总嘱咐他要控制饮食。今天的头盘是来自巴伐利亚的德式烤猪肘改猪肋排，配方里把猪肘换成了更常见的猪肋排，这招能让肉更香，也减少烹饪时间。切好胡萝卜、西芹和洋葱后，铺底放锅里，把排骨放上面加水没过，大火烧开后改小火炖90分钟。这期间去掉浮沫，谁少了就加。排骨煮熟抹干水，撒上盐和黑胡椒，把煮过的蔬菜和排骨一起放烤盘，倒点煮肉的汤，用250度高温烤到表面金黄，再盖上锡纸，再烤5分钟就好了。这道是土豆蛋饼，是工人们的加餐小吃。土豆去皮切块，洋葱切细，打散鸡蛋后加面粉、盐、肉豆蔻，倒入牛奶和水搅成糊状，用橄榄油把洋葱和土豆煎到半熟，然后倒入面糊，两面煎熟出锅。最后来个扁豆汤，用橄榄油把培根煸香，加洋葱末，汁水出来后加土豆、胡萝卜、西芹，接着炒。扁豆罐头放最后加水炖一炖就行。辛苦了一天，先来碗热汤驱散疲劳。奔波了一整天，烤猪排一男觉得挺克制，大量蔬菜做底，肉味更突出，只撒盐，没别的香料干扰。蔬菜的甘甜也保留得好，纯粹的猪肉美味真不错。还有平民的欧姆蛋饼，营养多又好带。对于正经历工业革命，慢慢被资本主义改变的工人来说，真是绝佳的上班族饭盒。有意思的是，斯宾塞的遗言2012年才被人找到。这位爱猛吃猛喝的胖子，临走时竟跟儿子讲啥事别过头，真是减肥痛楚，让这话听着打了折。吃撑了喝够了，阿纯又开始琢磨起多元宇宙的事。咱要是没去动物园见花子，或许已经是别的宇宙线了吧。缘分的岔路口得追回到多远呢？还是说一切都是注定的命？一个年轻女孩和一名男学生，每星期都坐在同一张长椅上，盯着大象发呆。当初他们一定感觉对方很奇怪，但最后能走到一起，看似那么天注定。如今在东京的某个地方，他们边聊着相对论，边说着俾斯麦，一边尝试19世纪的德国菜。那么即使存在平行宇宙，味道最后也会相遇吗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阿纯发现自己看剧的喜好变了。以前和外婆看银次郎觉得没意思，但现在自己却能乐在其中。等到一男到我这岁数，他会不会也觉得银次郎好看？那时候我的兴趣会不会在变？正思考间，一男从手机上看到了个有意思的新闻，家里养的外来鹦鹉。两人回想起附近的一个寻鹰启事，开始想象这个故事。流浪鹦鹉屁将团结了其他鹦鹉，他成了王，然后和乌鸦争地盘。在去买菜的路上，一男边走边叫屁将，希望能在树林里见到他。这是暴风来临前的宁静，双方可能都藏着，就在这里，可能正在互相暗中较量呢。鸟类大战这想法让一男超兴奋，真是够童心的。而阿纯觉得自己更接地气了。正想到这儿，一男突然喊他找到乌鸦，跟着他手指的方向看，阿纯啥也没瞧见。是你眼睛有问题吧？一男那句无心的话把他愣住了。40岁过后，两口子5岁的年纪差，渐渐让人忍不住在意起来。岁数大的伴侣仿佛成了指路明灯。以前在家乡，姐就是我指路的人，现在我是不是也成了一男指路的灯塔了？今天的菜单来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，
他很快就把领土从希腊拓展到北印度，造就了当时世界最强的帝国。第一道菜体现了马其顿特色，听说这道菜是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战利品。这烩饭是由肉丸子和米粥做的，需要把猪肉末、洋葱末、土豆淀粉、盐和胡椒粉朝一个方向搅拌到出粘性，接着捏成小丸子，用中小火煮透。高汤是用大葱、西芹、南瓜和肉丸子的汤熬的，10分钟后放入大米，再加鱼露和葡萄汁调味，煮到汤快干时就可以盛出来装盘。第二个菜是马其顿风味的荷兰豆焖鸡蛋，先把荷兰豆等配菜煮熟，再去水，放进烤盘里，加橄榄油和松子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入加了蜂蜜、鱼露和白酒的蛋液，撒点胡椒和牛至、生姜粉调料混合，烤箱预热至180度，烤15分钟，接着附上锡纸，再烤15分。接下来是蒜香鱼露鸡，去骨鸡腿剁块不去皮，切碎西芹和蒜末，撒胡椒粉加红酒涂匀鸡块，再红酒。烤之前淋上红酒鱼露液，烤箱设为200度20分钟后即可出炉享用。然后把烤出来的肉汁和胡椒粉放进2个碗里，方便吃的时候用。今天搭配的酒是来自印度的，亚历山大征东带来了葡萄和红酒，同时大米和家养鸡成了欧洲人高档食材。甜点则是蜂蜜苹果老食谱里的，和葡萄酒很搭配，酒挺配的。一男挺高兴的，可阿纯感到有些失落，自己以前能喝，现在却得靠文夫喝掉杯里的酒，得让文夫帮忙喝酒，可能是年纪大了吧。你喝不动了，我倒觉得安慰。一男安慰地说，老了就是让人难受，爱人的温言软语可能是不安的避风港。有乌鸦。一男突然半真半假这么说，阿纯侧耳倾听，却啥也没听见，可能眼镜要加厚，耳机要开大了。阿纯配合老伴的玩笑，也随口叹了叹，听不见乌鸦叫就自己学几声好了。此刻还有人陪自己胡闹，是最幸福的事。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的东西。又是一天，好友佐纪来我家玩，奇妙的气氛悄然弥漫。一男和佐纪都曾在巴黎留学，话题一拍即合，他俩的投机聊天常让阿纯不知所措，应该怎样打理自己呢？每次看向聊得热络的一男，似乎总能捕捉到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轻蔑和疏离，这或许只有天天相伴的伴侣才感受得到。没说没动就一眼神，让阿纯感觉自己像个配角，明白了在亲密的关系中，小小的伤口也能让人感到隐隐的疼。今天的老菜谱出自法国作家雨果，佐纪恰好说起雨果墓在巴黎万神庙，一男很感兴趣，两人聊得更欢了。阿纯见状急忙起身，借买菜的名义自己走了。很难分清这种感觉，看到爱人跟别人很投缘，总觉得自己不如人。露丝一边走一边想，来到了菜市场，那个怪脾气的店主又来冷嘲热讽了，真受不了。阿纯心里这么想，然后孤单的回家，但还是像往常一样应对各种情况。这是成年人的课程，先开始做饭吧。今天先来个法式洋葱汤，用黄油把洋葱炒软，再加盐胡椒炒到变茶色，放些低筋粉搅拌均匀，然后加高汤块、红酒和牛肉，小火慢炖10分钟，去掉浮沫就能盛出来了。第二个菜，羊肉炖古丝米。古丝米是用硬质粗粒麦粉加水做的，源自阿尔及利亚，在法国迅速走红，两个留学生经常吃这个。当阿纯问起味道时，一男的回答总是敷衍又稍显冷淡，真让人头疼。不过还得默默地做好这顿饭。先把羊肉炒到金黄去油备用，炒香孜然和香菜粉，加点白洋葱末，小火炖5分钟，然后倒入牛肉汤，浸泡过的鹰嘴豆、青菜和炒羊肉，小火慢炖10分钟，往古丝米里加橄榄油和盐，搅拌好后倒入之前羊肉的汤，静置10分钟，等古丝米完全吸干汤汁。
把炖羊肉和蔬菜摆盘就成。做饭时，夫妇俩分工洗碗收拾，默契满分。旁边的佐纪不经意间露出点羡慕。下个菜是19世纪风格的土豆芦笋舒芙蕾，这跟现在的定义不太一样。那时候人们认为任何和蛋液混合再烤的食物都叫舒芙蕾。烤盘里抹点黄油，把土豆条、芦笋和蛋液搅一搅倒进去，上面摆几个芦笋尖，撒点奶酪粉，200度烤半小时就成。米饭烤苹果。19世纪的法国人把米饭当蔬菜，经常用来做甜点。米里加牛奶、汤、盐和香草，中火煮开后改小火边煮边搅拌防糊，然后把苹果倒进小锅，撒上糖，倒入白酒和水，中火煮透，再小火慢炖。烤盘刷点黄油，铺上牛奶米，再铺上半糖的苹果片，附上打至湿泡的蛋白霜，烤箱200度烤10分钟。招待客人，吉尔特选了印着雨果的酒。虽然没有漫步法国街头的女孩，但这桌美食已经很吸引人了。洋葱汤味道层次丰富，让人食欲大增。古斯米浸满汤汁，味道浓郁，搭配清新的炖羊肉，两者完美搭配。品尝这些美食，佐纪想到雨果的话：人缺的是意志，不是力量。世界靠意志前行，所以人得坚持意志活下去，坚持意志活。管着人生这事，佐纪觉得都是自由意识决定的，这又让他和一男意见一致了。夜里在车站闲聊，佐纪开始羡慕阿纯，通过孩子能看出父母的观念。你俩父母肯定也挺像的。阿纯一下子有点明白了，我是不是也是按自己的意志选了这条路呢？他自言自语。可那些抽象的问题实在跟生活扯不上边，反倒是一男无意间露出的眼神，真让自己挥之不去。接下来几天，两人都还在这奇妙的氛围中，没吵架，没冷战。今天阿纯自己出门了，他没说去哪，只说天黑前会回，偶尔也会这样。一男还是没找打好的对策，他大概懂阿纯所在乎的，但那些不经意的话和眼神，在长久的婚姻生活中有多要紧呢？一男暂时逃避了。厨房里一份古老食谱摆在显眼处，可能是阿纯特意留的。一男决定自己去买菜。在调味品店，他记住了阿纯的提醒，抑制了想买新奇调料的冲动。傍晚，阿纯如期回家了。看着桌上一大堆食材，我也不奇怪。我还从包里掏出了准备搭配今晚的美酒，可能是长时间相处的默契。今天的菜单是由所有领域都懂的文艺复兴大师达芬奇设计的，他留下的笔记丰富多样，其中关于食物的部分特别吸引人。比如说，为了健康，他会把红酒兑水慢慢喝。今晚的头盘叫芸豆意式结婚汤，当时意大利蔬菜多样，调味料却贵得吓人，因此这汤的美味全靠蔬菜，不靠调料。先将锅热油，蒜蓉、洋葱碎、肉豆蔻粉、丁香炒香，然后另煮一锅水，加蔬菜和洋葱碎搅拌，倒入米形意粉，煮半小时就好。再来个菜无花果热沙拉，因为达芬奇特爱吃无花果和豆类，这菜就成了他的心头好。热锅倒橄榄油，蒜末炒出香味，再加无花果干、煮熟的蚕豆、白洋葱和意大利香芹，接着放鼠尾草、百里香、肉豆蔻粉，还有碎罗勒。小火翻炒，撒点盐和胡椒调味，用碎意大利香芹装饰。最后上桌的是教皇式煎鸡，鸡腿肉去骨拍松，盘子里挤柠檬汁，放些盐胡椒拌一下，把丁香压碎，加点肉桂、姜粉、肉豆蔻、胡椒和糖，搅拌均匀。再把这个腌料涂在鸡上，继续腌一下。锅里倒橄榄油，油热了，放进腌好的鸡，两面煎黄，拿出来切了，浇上原汁，撒点迷迭香美化一下。这菜做好了。今儿的酒是阿纯在车站边的店挑的。阿纯为啥独自出门一难，好像也觉察到了自己无意中那轻蔑的眼神，真的让另一半不好受。
伴侣间的话有时候说不出口，一男不知道怎么修复因一时失态造成的伤害。正在闷头想事情时，阿纯居然拿出了一份精挑细选的礼物。下周要出差的一男快过生日了，他不想错过，提前准备好礼物，是个崭新的钱包。只有天天在一起的伴侣才会注意到自己衣物破旧。突然一男明白了，自己心里的道歉只是让自己好受的，只要到了欠心里就舒坦了。但真爱隐藏在平凡生活里，默默无闻，却能最好的消除隔阂。今天在学校的阿纯去找那位常传授给自己古老食谱的西洋史老师，发现他昨晚喝多了，自己一个人沉思未来，喝得烂醉如泥，一个人挺可怜的。阿纯小声说，教授不当一回事，谁没几回这样的时候呢？然后他给阿纯最新的食谱，还送了本量子力学的初学者书。我们看的世界其实就是无数粒子的一种面貌，夫妻俩看世界都会有所不同，老婆看到的世界也不会一样。28岁那年，教授和一位数学研究员结了婚。教授嫁给了数学家，结婚不久，老公就去了国外，教授只能一边工作一边自己带大孩子。儿子大学毕业了，很多事突然都没那么重要了。高中结束后，教授这样半开玩笑地说过，为啥深夜还喝酒呢？可能是因为秋天到了，让人忍不住多愁善感吧。阿纯回家时，一男正在做出差前的彻底打扫，这是他的习惯。量子力学实在太难了，还是来杯咖啡吧。燃气灶点不着，越来越费劲，看来得换新的了。如果这就是命，打扫完，夫妻俩照常去买东西。今天天气真不错，秋天的宁静真适合跟恋人一起散步，可总有公事烦人的来打扰。一男接客户电话，像本能的应对。阿纯买完菜，发现钱没带够，该怎么办呢？只好把菜又放回去。这时，那平时挺苛刻的老板忽然说：“下回补上钱就行。”阿纯惊喜交加，原来破例的好意真能让人心情大好。今天这道菜出自约克王朝末代君主，得说那时的英格兰美食界可不怎么样。皇宫里的饭菜特别抓马，野猪头整个端上来，孔雀直接烤着吃，好不好吃先不说，那画面绝对震撼。但愿今天王室的饭没那么拽，咱们来做个中古风格的杏仁饭吧。先把杏仁、核桃仁、荷兰豆剁碎，然后按顺序往锅里加米、肉桂粉、清水、白酒和一块黄油，慢火炖40分钟。快好时加点坚果碎，边浓汁边加柠檬汁，撒点盐就行了。第二道，芦笋沙拉。芦笋切成4段，水开后焯熟，碗里加橄榄油、红酒、醋、盐和胡椒调匀，拌成沙拉酱，然后芦笋装盘，浇酱即成。最后一个，小扁豆羊肉汤。锅里放黄油融化后炒羊肉变色，加鸡高汤和水小火煮15分钟，接着加小扁豆、无筋、肉桂、罗勒和牛高汤，边煮边撇末20分钟后加盐胡椒调味。肉和豆配基本不会错，芦笋在调料下更加鲜脆，杏仁饭香气像蛋糕，加上坚果和蜂蜜的点缀，这饭意外的比想象中好吃多了。吃完饭后，阿纯把一男送出了门。当没人注意时，说不定月亮是不存在的。他一个人在家，又拿起量子物理书开始研究。就在这时，一男发了条信息过来，是他路上随便拍的一轮明月。夫妻俩看世界视角不一样，但这不妨碍幸福。现在某个地方有人和我一起在看同一轮月亮。没多久，游走不定的耗子阿姨忽然来访，她向来这个样，突如其来放飞自我，逍遥法外。因为融不入北海道偏僻小镇的生活，亲戚们都看她不顺眼，但阿纯很中意她，对物质上的追求她向来淡薄，只在乎对世界的理解和自我信念。两人3年不见，姨妈竟然缩水了3公分，真是让人唏嘘。纵然再怎么潇洒不羁，时间总归是个敌人。碰巧今天的老食谱出自一个游历者之手，他历经4年艰苦旅行，
从威尼斯到了元朝首都，过了17年才回到故乡。他讲述的经历后来被记录成《东方见闻录》，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先导。今天的开胃菜是马可波罗故乡的特色——威尼斯饺子。把低筋面粉、黄油、鸡蛋液和一点盐调和。低筋面粉加黄油、鸡蛋，然后看面粉吸水的情况，慢慢倒入清水，揉到面光滑后，裹上保鲜膜醒面30分钟。切成正方形的饺子皮，巴旦木去壳捣碎，加糖拌匀，然后加入肉末、盐、丁香、姜、肉豆蔻粉拌均。接着做成小肉丸，烤箱烤制。用2片饺子皮包肉丸，4边捏紧，油炸至金黄即成。另一道是东方见闻录的霍尔木兹海峡风的炸咸吞拿鱼。先给金枪鱼抹盐冷藏腌1小时，白洋葱、葱白切细丝，柠檬切薄备用。腌好后冲掉金枪鱼上的盐，拭干后切片。等油热了，再下金枪鱼，略炸1分钟后捞出沥油。金枪鱼炸好后沥油，接着把洋葱和大葱丝下锅水煮，小火炖10分钟，随后过滤掉水分，把香菜粉、肉桂粉和碎核桃搅拌，做成带有中东特色的蘸酱。摆盘时以柠檬片为底，铺上煮过的洋葱和大葱丝，把炸好的金枪鱼放进去，把蘸酱放中间就行。第3个是俄国的传统粥，叫大麦卡沙。锅里倒牛奶，小火炖到起泡，加盐、黄油和蜂蜜搅拌均匀，慢慢加入大麦粉，边搅边煮，煮10分钟后熄火再焖10分钟。最后做蒙古风味的猫耳朵面，面粉搓揉加盐，直到不沾手醒30分钟，然后分割成拇指那么大的小剂子，用手轻压成小猫耳朵形。羊肉切半，小火慢炖羊肉和大葱，撒盐加白醋调味，20分钟后放入面片煮熟就行。今儿的红酒是姨妈专门挑的礼物，正好跟咱这聚会相得益彰。姨妈忆起她在蒙古的所见所闻，身处荒野，四周漆黑一片，移头却望见漫天星辉，想到古人仰观的竟是同样星空，心中不禁泛起感慨。自大学时姨妈就未曾止步，作为家里最小的一员，她决定赴东京时，终生未离故里的外婆居然全无反对。这些年她游览多地，每次归家都要跟外婆分享旅途趣事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外婆也有了自己的马可波罗体验。阿纯很羡慕姨妈的经历，但他知道太在意别人评价是做不到的。如何生活实在太复杂，多想无益，只会添烦恼。而幸福是种态度。年轻时姨妈从书里看到这话，始终记着。这该怎么懂呢？阿纯突然懂了，真幸福可能不用特意追，它已经是日常的一部分，融进了人的身体，想甩掉都难。所以很多时候外界没那大不了，就算别人不懂也别太放在心上。放学的阿纯去买菜时还了上次的钱给店主，店主有点呆，然后又开始絮叨起来，不会为了便宜多买吃不完的，我特别烦那种坏毛病。最后老板补充一句，阿纯突然觉得轻松了，原来那些审视的眼光是在夸我呢。但说到底被夸还是被批都没啥大不了，带一带回去吧。今天的菜谱来自音乐大师。那时欧洲正被拿破仑风暴横扫，维也纳的吃食越来越差了，饭店关门了。这种情况音乐大师也得亲自做饭招待朋友。今天的头盘是贝多芬爱做的鸡蛋面包汤。先在锅里融化黄油，小火炒洋葱丝，再另煮一锅水烧开，加入炒好的洋葱丝、黑麦面包，加高汤、鸡蛋液和炒过的香肠，搅拌均匀，最后撒上欧芹，加盐和胡椒调味就行了。听说贝多芬特别挑剔鸡蛋，非得亲自打开闻一闻看看够不够新鲜。大概这就是艺术家的怪毛病吧。他最喜欢吃第2个菜，芝士边角。锅里先放黄油，再加白洋葱碎和蒜末，中火翻炒至金黄色，略微干一些，然后把这些加到肉馅里，搅拌鸡蛋液，
撒上牛至和罗勒碎，加盐、面包粉、帕玛森芝士碎，搞定后揉成团，把适量馅料包进饺子皮，捏成带花边的边，煮熟后捞出来，浇上融化的黄油，撒点罗勒碎。这是个甜点，草莓雪帕。先把草莓压烂备用，锅里加水、糖和肉桂，小火煮5分钟，把草莓和糖水混好放容器里，再冷冻起来。今天的餐酒有贝多芬的画，是阿纯特地挑的。阿姨上月回北海道祭祖，就住在阿纯他爸妈那儿。虽然两老还算硬朗，但也挡不住年纪的痕迹。阿纯爸考虑交还驾照了，可是没车真不方便，最后还是放弃了。咱们这些在外头的年轻人，往往不自觉地忽视了老家的老去和改变，只有同龄的才会时常想念对方。可能这就是阿姨突然来看看的原因吧。这些年，阿姨一个人一直没结婚。阿纯一问，阿姨给了个有点套路但挺清醒的回答：爱情得用心和脑子，爱自己先才能爱别人，自爱要努力，爱人得用心思，俩方面我都欠缺。阿纯想起这些年，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敷衍自我。起初他梦想成为作家，后来觉得当随笔作者也不错，然后就选了现在的工作。生活算轻松，但梦想早已抛在脑后。人呐，真是高手于找借口跟自己和解呢。姨妈却支持道：现在开始还来得及，但真的来得及吗？阿纯感到忧心忡忡，老房子得修缮，还得赡养父母。原来我已经到了非得考虑这些的岁数了。那种认为好事后必有坏事的我，真的疼爱自己吗？愁成人形，却四处寻找，忍受磨难。自己带大儿子肯定满心苦楚吧，但长期的艰苦似乎没让他留下什么痕迹。儿子搬走后，教授一个人对做饭提不起劲了，但他很快在西式古老食谱中找回了乐趣。和爱人长期分居，不会觉得孤单吗？这是阿纯一直有的疑问。教授的回答简明又坚定：我结婚不是为了不孤单，所以也从没想过要因此离婚。幸福这东西吧，是种性格特质，外界变了也动摇不了它。阿纯从教授那儿得到个新食谱，出自克利奥帕特拉，那位传奇的埃及女王，就是那个克利与埃及女王。要是埃及女王鼻子矮点，可能整个历史就得重写。这话是哲学家帕斯卡感叹的。不过美不美的也没那么简单。就在尼罗河那块的古埃及，土地肥沃，资源丰富。对于乱世的野心家来说，他和他的国家都充满了野心。今天重现的第一道菜是古埃及面包，用大麦粉和全麦面粉，加干酵母、无盐黄油、蜂蜜和水搅拌均匀，常温下发酵3小时。锅里放无盐黄油，融化后倒入少量面糊，均匀铺开，小火烙到熟就好了。第二道是特色的埃及帝王菜汤。先把帝王菜的茎叶分开，切好菜叶，把洋葱和大蒜备用，然后黄油和蒜末一起下锅炒。黄油融化后放洋葱末炒到金黄色，倒入清水、鸡汤和菜茎，小火慢炖5分钟后捞出菜茎，再加菜叶煮3分钟，最后撒盐调味，关火再把菜茎放回汤里就行了。今天主菜推出煎焖牛肉，先把洋葱切好放一边，给牛肉来点盐腌一下，然后用黄油煎到全身金黄摆一旁，洋葱丁扔锅里，开中火翻炒至微黄。芥末籽、茴香粉和葫芦巴粉搅拌均匀，牛肉回到锅中再加水，大火炖20分钟，然后盛盘，底部铺卷心菜牛肉和洋葱碎铺顶，最后浇上肉汁就行。今晚配餐的酒是那个被称作克利奥帕特拉的眼泪的乔治亚葡萄酒。身为君王，每晚以酒助眠，心里装着多少喜怒哀乐，那时候的心情早已无人知晓。不如就和爱人一起享受此刻的佳肴和美酒。享受此刻的佳肴美酒，烹煮的牛肉香浓多汁，帝王菜汤味道特别意外的清甜，加了台夫粉的烤面包，口感有特别的颗粒感，丝时有淡淡的谷物香气，现代人挺喜欢的。喜欢的口味呢？
有了美食人，更容易开心起来。好事一出现，就怕坏事紧跟其后。这种自我折磨的心态，让阿纯总是不得安宁。而现在一男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，不论是好是坏，都只是发生了而已。换个角度看人生，或许会有不同风景。差不多得换燃气灶了。阿纯今晚就这么坚定地想。然后燃气灶直接挂了。今天的菜谱并不是谁的，而是最古老的人类文明之一，那就是最早用楔形文字的古苏美尔人。他们还搭建了复杂的法律行政体系，并在数学、天文和灌溉等方面大有成就，从而孕育出辉煌的农业文明。今天第一菜是古早风味的小麦羊肉炖，开头得炖一锅美索不达米亚高汤。操作是这样：往锅里加水，扔进水芹、芥菜籽、孜然、黄瓜，还有阿魏和啤酒，煮到汤减半绿去渣子，放牛筋肉小火慢炖半小时，再换个锅倒入高汤、清水和羊肉，加胡萝卜、碎蒜、孜然、香菜粉，再放根薄荷叶，开大火烧开，然后转小火，接着再炖30分钟就行了。下面介绍的是啤酒味的面包哦，来自5000年前的古苏美尔区，把大麦粉、低筋粉、2粒小麦粉、蜂蜜、盐，还有当酵母用增味的啤酒搅拌均匀，然后塑形画上图案，烤箱里烤就可以了。最后的甜品是超有美索不达米亚特色的甜饼梅尔斯。梅尔斯这词本来是指混合，后来变成了甜品的同义词。先把果干切小，把大蒜捣成蒜蓉，把大麦、2粒小麦、甘蔗小麦粉，加上蜂蜜、孜然、香菜粉随便一搅，然后慢慢倒入牛奶、啤酒和水。梅尔契斯的面糊就这么弄好了。等会儿咱们就边烤边吃，用锅子来。第一杯酒跟不达米亚人一样喝吧，酒和啤酒按1:2的比例拌，再加点蜂蜜，扔个薄荷叶。这就是苏美尔人敬明卡西女神的饮品，味道清新独特，你肯定没喝过。神奇好，味道真厉害。刚出炉的梅尔斯热乎乎的，干果的甜和香加了大蒜更棒，味道浓郁独到，是大胆的新尝试。作为主食的阿卡路面包气孔均匀细腻，质地软，味道扎实，还有浓郁的啤酒香。5000年前的食物竟然这么满，感觉一直在追求幸福的路上。至于买燃气灶的事，阿纯还在抵抗，这种命中注定的感觉让他觉得无力反抗。一男这时候从柜子里找到了打火机，轻松点亮了煤气灶。这么一来，不论是换新还是继续用，阿纯都能随心选择。过去改不了，未来说不准。既然这样，是自己选的还是被迫的，可能也不太重要。很多时候不区分也算答案。从苏格拉底、亚里士多德到斯宾诺莎、康德，无数大佬都想过的问题，那就留给将来吧。幸福不是追来的，它存在于心灵深处。所以呢，也许我现在挺幸运的，要是能淡定面对将来的事，那不挺好的吗？像我们这样每天都能一起开心的过，这就是幸福啊。